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你说奇不奇怪啊？一场阅兵后，连西方的媒体都变得正面了。前面说的是那个德国媒体，这一次咱们来说说 CNN。前两天咱们国家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那场面全球都盯着呀。会上咱们的领导人说了那句话，我听了之后心里头真的是热血沸腾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这话说的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这不仅仅说给咱们自己听的，更是说给全世界听的。这有意思的是，咱们这边话音刚落，大洋彼岸的一些媒体也跟着有了反应，而且这次的反应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就拿这个美国的 CNN， 也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来说吧，他们也是发了篇长文。我本来以为他们又要从什么稀奇古怪的角度去解读，结果定睛一看这标题写的是80年后日本战争暴行的破坏在亚洲仍清晰可见。哎呦喂，我得说CNN 这次总算是说了句大实话呀，办了件人事儿。他们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咱们一直在说，但是这个西方世界它总装听不见的。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由头，好好的深入的把这段历史以及这段历史到今天留下的回响给大伙掰扯掰扯。说实话让 CNN 来给全世界科普日本在二战时期的罪行，这个事儿本身就挺魔幻的，但这也恰恰说明有些历史的事实它就像埋在地下的石头，你再怎么用土去盖住，用草皮瞒住，它终究就在那儿硬邦邦的，总有一天会露出来。CNN 在文章里头首先就纠正了一个很多西方人的历史误区。在他们看来，二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但 CNN 这次明确说了那只是欧洲战场的开端。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钟早在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占我们东三省的时候就已经敲响了。这一点太重要了，这等于是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我们承受苦难的时间最长，我们付出的牺牲最大。咱不是等到珍珠港事件后等着这个美国人来救场的，咱们自己用血肉之躯扛了14年。文章接下来就提到了那段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的国殇——南京大屠杀。朋友们，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88周年，88年了呀。CNN 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它，说这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战时暴行之一。他们描述到1937年12月，日军杀害了数以10万计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并侵犯和折磨了数以万计的女性。数以10万计这个词儿用的冰冷，但是背后是30万个活生生的人是30万个跟我们一样有父母、有孩子、有梦想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在自己的城市被侵略着，像屠宰牲口一样集体遇害。那不是战争，那是单方面的、有组织的、毫无人性的伤亡。文章还提到一个让所有亚洲女性都感到切肤之痛的词儿——慰安妇。CNN 引用了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日军是怎么强征慰安妇的。他们用欺骗、胁迫，甚至直接使用武力。报告里有这样的记录：很多受害的女孩是在父母面前被日本兵侵犯，然后再被强行带走。他们的家人如果反抗，就会遭到毒打，甚至遇害。咱们央视新闻的数据说，从1931年到1945年，仅仅在中国就有超过20万的妇女被侵华日军强征为慰安妇。20万这背后是多少破碎的家庭，多少被毁掉的一生韩国官方的数据也显示，有10几万朝鲜半岛女性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些事实，咱们中国人、韩国人喊了多少年，哭诉了多少年，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方的舆论场上声音并不大。而这一次，由 CNN 这样的主流美国媒体白纸黑字的写出来，传播给全世界，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它说明历史的真相正在穿透某些国家刻意制造的谎言和迷雾，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看到。甚至就连一向口无遮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在9月3号那天发了个社交媒体，
说祝愿优秀的中国人民度过一个伟大且持久的庆祝日。他在帖子里特意提到了一个词儿，叫非常不友好的外国侵略者。日本媒体一琢磨，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二战时中美可是盟友，一起打的就是日本吗？你看啊，连特朗普这样的都知道谁是侵略者，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笔历史账啊，在国际社会上其实就是一本明白账，谁是正义，谁是邪恶，大家心里都门儿清啊。而且就在全世界都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却在拼命的想要把这本明白账变成一本糊涂账，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咱们刚才说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8年了，一个让人心痛到无法呼吸的消息是，截止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在世幸存者只剩26个人了。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那场人间地狱的亲历者、见证者正在以我们无法阻挡的速度慢慢凋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活的历史，他们身上的伤疤，他们记忆里的哭喊，都是对侵略者罪行最铁的证据。可是当他们都走了以后呢？当再也没有人能站出来指着自己的伤口说我记得我看见了的时候呢，这恰恰就是日本右翼势力最希望看到的。他们就是在等啊，等这个时间冲淡一切，等这个证人全部逝去。与此同时，他们在国内，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再干一件更恶毒的事情，制造无知。现在日本很多年轻人，你问他南京大屠杀，他可能是一脸茫然，甚至会反问你，有这回事吗？为什么呀？因为在他们的教科书里，这段历史被删掉了，被篡改了。一些立场右倾的出版社出的历史教材，对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那些大规模伤亡的滔天罪行啊，是只字不提。他们不但不提，还反过来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说那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不公平。更有甚者，干脆就把南京大屠杀这几个字啊，从书里彻底抹掉。这就好比一个小偷偷了你家东西，被这个警察抓住了，证据确凿，结果他不认罪，还反过来说警察抓他是不对的。然后呢，他还回去教育自己的孩子说，儿子你记住啊，咱家从来没偷过东西，是邻居啊在冤枉我们。这叫什么事啊？这不光是无耻哦，这是在培养下一代的无知，是在为未来的军国主义复活埋下最危险的种子。一个不知道自己爷爷辈犯下何等罪行的民族，他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和平的珍贵？一个对邻居家的苦难毫无共情，甚至觉得邻居是在碰瓷的国家，他怎么可能获得真正的尊重和信任？所以啊，一边是幸存者在风中不断凋零，用最后的力气发出微弱的呼喊，那另外一边呢，是加害者的后代，在国家机器的操纵下被刻意培养成历史的睁眼瞎。这个对比啊，实在是让人心寒又让人警醒。如果说修改教科书啊是在内部消毒，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他们企图向全世界泼脏水，给自己洗白的铁证。而且这里面的算法啊，打的是又精又坏。有个叫玉渊谈天的媒体去扒了扒日本外务省，也就是他们外交部的年度预算，你猜发现了什么？自打2015年，也就是咱们第一次举办抗战胜利日大阅兵那年开始，日本外务省专门设了一个项目，叫海外战略信息传播。说白了，就是花钱在这个海外搞公关、搞宣传。目的是啥呢？这个报道里说了，是要构建所谓的正确形象。这个正确形象是啥呢？不就是告诉全世界啊，我们日本很和平、很文明，历史问题早就翻篇了，你们别老揪着不放了。那他们为了这个正确形象花了多少钱呢？大家伙听好了，从2015年到现在这笔预算总额超过了560亿日元，光是明年的预算就高达62.2亿日元。560亿日元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折合成人民币也有27亿巨款，可以用它来改善民生，可以用它来搞科研，可以用它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这个日本政府呢，却把这笔天文数字拿来为自己侵略历史洗地。最讽刺也是最让人愤怒的对比来了，花了560多亿去搞公关，
那他们为那些被他们残害了一生的慰安妇受害者付出了多少补偿呢？数据是，战败后这么多年，这个日本政府拿出来的所谓补偿金，总共加起来还不到100亿日元。而且这不足100亿的所谓补偿，还从来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道歉和赔偿，他们总想用这几个钱来堵住受害者的嘴，来换取一句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他们至今没有向受害者做出过一次充分的、真诚的、官方的道歉，这就是日本一些政客的真实嘴脸。他们宁愿花天价的钱去买面子，也绝对不愿意低下他们那颗高傲的头颅，去承担那份沉甸甸的里子，那份历史责任。这更可笑的是什么？就是在咱们举办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的时候，还有报道说这个日本在满世界的打小报告，呼吁各个国家不要来参加咱们的活动，不要来参加咱们的阅兵。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啊？这简直就是把这个无耻当个性，把卑劣当策略了呀！那聊到这儿，可能有人就会问，都过去了80年了，咱们为什么还要在这儿揪着不放呢？咱们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这句话就是说你日本想作为一个正常国家被大家伙真正的接纳，那你得先把你在历史上犯的错给认了，给改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你不能说我昨天杀了人，我今天穿个西装就假装自己是文明人了，你得先去自首，去服刑，去获得受害者的原谅。国家也是一个道理。这发言人还说，日本如果真心想翻过历史这一页就应该用诚实的态度去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跟军国主义彻底切割，这样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说的太对了，我们今天反复的去提这段历史，反复的去纪念这场胜利，我们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的文化里没有侵略的基因，我们恨的是战争本身，是那些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记住历史是为了什么？这第一是为了告慰那3500多万在战争中伤亡的同胞，我们要告诉他们的在天之灵，这片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现在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我们了。这第二呢，是为了警醒我们自己，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血的教训。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拼命发展经济，搞国防建设？就是为了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让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还有这第三，也是为了警示那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历史不容篡改，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任何企图美化侵略、否认罪行的行为最终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80年过去了，那段烽火岁月里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是历史的回响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那26位在世的幸存者，就是这回声里最珍贵也最微弱的声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这段记忆传承下去，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这个世界的持久和平。就像那句话说的，我们可以原谅，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